增进认知，实现自由。朋友们，这里是老管解牛。过去24年，中国房地产让无数普通人一夜暴富，这可以说是中国40年来力度最大的、持续时间最长的全民性暴富大机会。但过去3年呢，它又用大跌把人们打回了现实。那为什么造富神话突然之间就变成了财富绞肉机呢？那这到底是2-3年的周期性调整，还是长期大阴跌的开始？它到底要跌到什么时候才算到底呢？我们先来看个例子啊，有个人在2023年9月1236万元买了北京的著名楼盘橡树湾1期一套小房子。那估计当时是看到这个房价下跌，这抄底来了。但是呢，2年后2025年10月9日，他又以808万卖掉了，亏了428万，房价下跌了35%。那这个人呢，我猜他应该是贷款买的这套房，结果发现这个房价大跌，心理上撑不住了，就赶紧卖掉。那假如他当时买的时候贷款600万，那么再算上各项交易费用啊、偿还的利息啊，那他的亏损可能要达到500万。这一趟下来，2年只剩下130多万呀，亏了78%，这亏的真是太惨痛了。但是你要是听完我今天的讲解，你可能会替他感到庆幸，将来恐怕他要感谢自己今天快刀斩乱麻。那么本期影片呢，老管要带大家从人口与债务的恶性双螺旋这个底层逻辑出发，给大家来一个全面的剖析，回答上面几个问题。那最重要的是讨论清楚房地产什么时候才是底。那今天内容有点多，但是呢，如果你能坚持认真听完，你对未来房价怎么走，你应该会感到心里透亮了。从1998年朱镕基搞这个住房市场化改革开始，那中国的房地产经历了24年的长期大牛市。那么这个长期大牛市它的底层原因是什么？我们先搞清楚这个，搞清楚了这个，我们自然也就顺藤摸瓜，搞清楚了它的未来。那分析任何一个东西价格涨跌，我都喜欢从马斯克喜欢强调的第一性原理入手，那就是从它的供求入手。那房地产也不例外。先看房地产的需求，那需求就是2种，那一种呢是自住需求，那另一种呢是投资需求。那这2种需求里面呢，自住需求是根基，是顶梁柱。那投资需求呢，它是衍生需求，它实际上依附于自住需求。因为没有自住需求这个基本盘，那房价很难涨啊。那投资需求它也是无源之水呀。所以投资需求与自住需求之间，它们的关系经常是火上浇油，或者是雪上加霜。那因为你当自住需求推高房价上涨的时候，投机需求也会受刺激大增啊，那又会放大房价上涨。那当这个自住需求萎缩，房价下跌的时候呢，那投资需求呢又会出现恐慌性的抛售，那又加剧房价下跌。所以我们对住房需求的分析只需要把这个重心放在自住需求就可以了。那么自住需求受什么因素影响呢？主要是3个。第一就是人口，注意是青壮年人口，不是全口径的人口。20岁以下的青少年和小孩子你不能算，老年人呢也不能算，因为这2部分人他们不买房子。那需要考虑的就是20到60岁之间的这些青壮年。20-30岁的青年人是买首套房那40上下的这些中年人呢，他孩子刚小学初中他考虑的是小房子换大房子改善性需求。那50多岁的壮年人呢，通常是他要帮着孩子来买房子。那他们这3类人的需求呢，是整个住房需求的主体，是基本盘。那第2呢，就是人们的收入水平。你钱多了，你当然买房需求就大了呀。那么你可以想象如果一个社会青壮年人口一直在增加，而且人们的收入水平在持续提高，那么住房的需求它就会持续增长。那反过来呢，那当然就会下降。
那第3个因素呢，就是债务杠杆儿。那你买房不是要从银行贷款吗？那这里简单说呢，就是购房的首付款比例和利率水平非常重要。首付比例越低，你买房能力就越强，对不对？那利率呢，是你借债的资金成本啊，它利息越贵，它就越对你的这个贷款能力产生抑制啊。而且要知道啊，由于住房贷款通常是20年或者是30年的长期贷款，那利率变化一个点，影响特别大。那金融学上呢，管这个叫利率敏感性。你的债务期限，或者更严格点说，你的这个债务的久期越长，那你这个利率敏感性就越强。什么意思呢？比方说你贷款100万啊，如果是1年期，那利率提高一个点，你的总利息呢也增加不了多少。但是如果是30年期，你的利率提高1个百分点，那你的利息成本啊将增加21万元啊，可怕吧？所以这个利率啊对于购房需求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从以上这3个线索去研究啊，你就会轻松的发现中国房地产长牛24年的真正秘密。那先看青壮年人口，那我接下来用的这个人口数据啊，都来自于中国的统计年鉴。那怎么计算这个青壮年人口数量呢？我的方法也很简单直接。那我不需要去计算每年到底有多少青壮年人口，我只需要计算每年青壮年人口的净增减数量。那方法是呢，你注意听啊，很简单，就是我用每年新增20岁的这个人口，减去每年新增60岁的这个人口，那这就是当年这个社会青壮年人口的净增加或者净减少。那如果这个满20岁的人比这个满60岁退休的人多，那它就是增加的。那如果是少，那这个青壮年人口就是净减少的。那算出来的结果呢，就是这个图里面的蓝线。这个每年的净增减额啊，最早只能算到2009年，因为2009年退休的人是1949年出生的，而再往前呢没有数据，所以说呢你没有办法算到这个1998到2009年期间这个退休的人口数。那这个图上你能看到这个蓝线啊，2009年到2021年多数年份它都是正数，而且很大。也就是说，每年新增青壮年人口都是几百万人。那么2009年以前会是什么样子呢？尽管我们没有数据，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个合理的推测，可以肯定一定是个很大的正数。那为什么这么说呢？那你看这个图，这是中国每年自1949年以后的新出生人口。1999年以前绝大多数年份每年新生2000万到3000万人，这些人20岁以后要成家立业呀。而1938年到1948年间，由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当时医疗条件很差，新出生人口啊数量一定是很低的。那你又考虑到3年大饥荒，饿死了3000多万，那所以呢，1998到2008这10年退休的人，也就是1938到1948年出生的人，他的数量一定是很低的。所以呢，你1998到2008这10年里头，新增青壮年人口一定是个很大的数。那我猜测大概应该在1000到2000万之间啊，少数年份可能在几百万。那么就很清楚了，1998年直到2021年，中国一直是每年净增几百万到1000多万的青壮年人口啊。你想想这意味着什么？每年净增这么多青壮年人口，年轻的他要结婚成家呀，那中青年他要小房子换大房子呀，那这对房子的需求是巨大的。那除此之外呢，还要考虑到一个现实，那就是1998年以前，中国的房地产是计划经济时代啊，房子全靠计划配给，房子总是短缺啊，不够啊，很多人都是3代人挤在几十平米的筒子楼里啊。所以1998年搞这个住房市场化以后，原来压抑的那部分住房需求也被释放了出来。所以啊，98年以后可以说这个住房的需求是在爆炸性增长的。那除了人口，你再看收入水平。1980年实施改革开放以后，市场化制度改革和对外贸易开放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率的提升。那承包制、乡镇企业崛起，9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啊，2000年之后开放汇率管制，对外贸易大增，加入 WTO， 出口创汇一骑绝尘，这一系列的重大改革，
让中国的经济迅速繁荣，全国民众的收入都在不同程度的持续增长。那除了这些改革的因素呢，还有就是青壮年人口你增长本身就是巨大的经济发动机啊。一个社会你青壮年人口急剧增加，那需求猛烈扩张啊，生产能力也猛烈扩张啊，它表现出来就是经济繁荣。那再有呢就是技术进步啊，中国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机器设备，自己又不断学习创新，科学研究水平提高，中国的工程师这个队伍素质提高，工人队伍更是训练有素，这个生产效率就大大提升。这些因素它就相互作用，共同创造了中国的经济大繁荣。那么居民的收入当然是连年大幅提高了。OK， 人口在暴增，收入又在连年提高，两个因素实际上构成一个良性的向上螺旋，结果就是住房需求是连年大增。那除此之外呢，就是金融杠杆的放大效应。那购房首付比例通常是30%啊，那特别的年份甚至下调到2%啊，比方说08年金融海啸期间。那这实际上是在扩大货币供应印钞啊。那当然它迅速放大了人们对住房的这个有效需求啊，购买能力啊，同时呢也让中国居民大幅增加了债务杠杆。那上面我们讨论了需求端，我们再来看供给端。假如住房需求大增，可是供应也跟着同步大增，你可以想象你房价涨不起来吧，这很简单的道理啊。但是呢，中国在这个关键时期采取了一个杀鸡取卵的做法。怎么说呢？就是政府把住房的供应紧紧抓在自己手里，垄断起来。那垄断的方法就是宣布任何人都没有资格把土地私自拿去建房子，要建房子就必须先把土地交给政府，由政府来规划，把土地呢卖出去再建房子。那任何人你敢私下搞，立即绳之以法。那这叫什么？这叫土地由国家垄断专营啊！这就跟汉朝搞这个盐铁专营一个意思呀。那专营就是要从老百姓头上拔毛呀。那没有地你没法盖房子，所以政府实际上就控制了住房的供应。你可能说，那房地产开发商拿到土地，他可以盖很多层嘛，那不是能够扩大这个住房供应吗？你错了。那政府卖给他们土地的时候就给他们定死了，有一个数叫容积率，那意思是说你买了这块地能盖多少平米的房子都给你写死了。那在这一番操作之下呀，政府就把这个住房供应紧紧的牢牢的垄断在自己手里了。那政府垄断的土地就把它当成了财源滚滚的摇钱树。那政府看到这个每年买房子的需求大增啊，那为了能够赚更多的钱，他们就限制土地供应让土地涨价呀。那结果呢，我们就看到这政府是既当必持，又立牌坊。那些年的房地产这个调控政策，你就跟精神分裂似的。你看，比方说2004年那个房价大涨啊，政府怎么干的？一方面痛骂居民炒房是你们投机推高房价，你们不负责任，太坏了，要坚决打击。那于是呢，提高居民首付提高这个利率限制购房，各种整治老百姓的办法全拿出来了。那另一方面呢，它背后干啥呢？中央出台文件给各地政府要求严厉控制土地供应。那你看吧，那这些文件语言翻译成人话就是必须要严格垄断土地供应，不能供多了。你说你这么公然的这个赤裸的，这简直脸都不要了。那一边痛骂高房价伤害中国经济让老百姓买不起房一边又公然的缩减土地供应。这反正老百姓他也好糊弄，跟他们说一句，你房价高你们买不起，那都是无良这个炒房客造成的让他们去恨一帮这个莫须有的群体，这就 OK 了。那这个需求暴涨，供给严控的局面就一直持续了24年。这24年里头房价就一直摁不住的持续上涨。那这种上涨已经形成了严重的泡沫呀。什么叫泡沫？就是说这个东西的价格已经远远超过了它的价值。那你怎么判断房产出泡沫了呀？很简单呀，你就看租金收益率就行了呀。2021年中国的房租收益率只有 1.7% 啊。什么意思啊？你100万买个房子，你每年能收到的实打实的租金只有17000。但是你知道吗？你要是买个国债，当时3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都是 3.5% 啊。那你对比一下，你想想，你国债风险大，你还是房子风险大呀？那当然是房子风险更大呀，对不对？可是
你选择买这个风险更大的资产，它的收益率却只有那个更安全的资产的收益率的一半，那你说这是不是非常扭曲的定价状态啊？它价格被严重的高估了。那正常的话，如果这个国债收益率就30年期啊3.5%的话，那房租收益率你至少4%、5%甚至更高，你才算合理呀，因为它风险更大呀。那所以呢，2021年这个房价达到历史最高位的时候，它的泡沫水平实际上已经达到了它真实价值的3倍了。那这场房地产的超级大牛市啊，让中国很大一批人都因此变成了巨富、大富或者中富。最富有的是哪些人啊？是房地产开发商的老板们呀。当然还有那些掌控权力啊，跟他们一起合伙开发土地的那些官员们。这些年里崛起了很多富可敌国的地产开发商老板呀，恒大许家印呀，万达王健林呀，万科王石们啊，融创孙宏斌，龙湖吴亚军，碧桂园杨国强，新城王振华，还有大大小小很多的地产富豪们。那些年中国的富豪榜大多数都是地产发家的老板们，地产富豪是站在前台的，后面还有无数真正掌握土地分配权的那些官员们呀，那些市长书记们呀，他们当然也是因此获得了巨富，与开发商老板们共享收益啊。这些人呢，他是处于地产财富链的顶端，是中国最大的一个富豪群体。其次呢，是地产上游行业还有产业链相关行业，也跟着这个大浪潮吃到了红利。比如说煤老板，煤价上涨啊，当然了，煤老板在2005年以后，都被这个国有啊，都被国家力量逐步给剿灭了。还有炼钢的、生产水泥的、生产家电、做防水的，甚至做园林绿化的等等，都跟着发了家。然后呢，就是拆迁户也发家了，尤其是那些大城市近郊的那些拆迁户啊，一夜之间暴富啊。我刚毕业有一次打车啊，那出租车司机是一个北京拆迁户，说话开车的那个气场，感觉像个大干部啊。聊起来就说自己有4套房子，开出租那是在家里太闷了，出来散散心，也就是干3个小时。最后呢，他跟我忽然高声说，我觉得这社会出问题了，我们这种没文化、没知识、没什么本事，对国家没什么贡献，可是我们却这么有钱。你们你看学历这么高啊，知识水平那么高，为国家做贡献，你们却没什么钱，这社会你说是不是出问题了？当时问的我也是目瞪口呆呀。再有呢，就是在地产行业里工作的人们也是水涨船高。我2002年本科毕业啊，那些到地产公司工作的同学们，个个赚得盆满钵满啊，他们工资也高，奖金高啊，又能够低价拿到不错的这个房子，真是赚了不少钱。最后呢，就是广大的老百姓，越早上车买房，你就赚得越多。可以说1985年以前出生的这些毕业生们，他们大部分都在这轮房地产大牛市中获得了丰厚的资产上涨带来的财富。其中呢，相当一部分因为胆子大，比较早投资房地产，他实现了阶层跨越呀。1990年以后出生的毕业生们啊，毕业就面临着已经涨到高位的房价，因为他再读个硕士，毕业都2015年以后了，工作2-3年买房都已经2017、2018以后了，房价已经接近上涨到的最后阶段了。而这个时候吭哧吭哧，父母帮着一起买了房，开心没2年就迎来了房价大跌。到现在呢，很多都已经击穿了他们的买入价了。所以你看这次房价大牛市，它就活生生的把中国人按照年龄分成了天上地下2个阶层啊。2022年是房地产由牛转熊的转折点。为什么这一年是转折点啊？我们还是回到人口问题上来看，就一清二楚了。你再看这张青壮年人口图，2021年是最后一次猛增，净增500万，但是2022年就骤减844万，2023年呢持续暴减1400万，2024、2025每年都是暴减1100多万。你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住房需求啊，每年都在猛烈下降，这个下降力度可不是开玩笑的。我再给你看一下这个图，你就更清楚了。这2个图我可是花了不少时间来绘制啊。你看这个图上的粗蓝线，这是2009年中国的各阶段的人口分布。这条蓝线左端表示年轻人，
啊，右端表示接近退休的人，那中间呢就是那些中青年。你不要以为买房的人他只是左端的年轻人啊，其实不是的，他们买房实际是靠右端接近退休的那帮的人，也就是他们的父母来帮着买房的。那退休以后的那些人呢，那在这图里也没画出来啊，他们绝大部分是没有买房打算的，因为子女已经成年，孙子买房也管不了他什么事儿了。那中间35到50岁之间的人呢，主要是改善性住房需求，所以呢，这个20到60岁之间的青壮年就是中国购房的主力军。那你注意看啊，这条线自2021年以后就出现了这样几个变化：第一，整体在快速向下移动，那意味着青壮年人口在快速下降啊。第二呢，就是左端在更快速度的下降，那就是年轻人下降的更快。那这就意味着买房的刚性需求在更快下降啊，而且还意味着未来的这些人口会进一步下降，因为他们要变老啊。那第三呢，就是中间的35到45岁之间的人群整体也在快速下移。那总的来说，住房需求在未来10年每年都是在净减少的，而且幅度很大，每年减少1100万到1200万。你要知道，相当于每年减少一座杭州城，每年减少一座杭州城啊，同志们。你可能说，哎，那虽然青壮年人口下降了，可是人均收入继续提高，那不还是能够支撑房地产的需求吗？你说的没错，但是你知道吗？一个社会青壮年人口下降，它会拖累收入啊，让收入稳定的持续的下滑。为什么？青壮年人口少了，你各行各业的需求都要下降啊，你产出也要下降啊，你社会就会陷入长期的经济停滞衰退。我管它叫10年大通缩，实际上是要持续12年。那我在前几集里反复强调这个大通缩啊，那很多人可能还是不理解。那我这里再稍微多说几句。你想，社会各行各业的需求从哪里来？酒、服装、电脑、手机、汽车、住房、餐饮、旅游，这些消费需求从哪里来啊？从青壮年人口那里来呀。青壮年人口多了，需求就增加；少了，需求就下降呀。那有人说，那老人他也有需求啊，老人需求他天然就比年轻人低呀。那更关键的是，你老人老了，你退休了，你的收入是立刻骤减呀。那中国只有1亿多人是在体制内，他的这个退休工资不怎么减，但是另外12多亿人，他只要一退休，收入就接近于0啊。那你说他的这个需求，他的消费能不急剧下降吗？所以说啊，各行各业需求下降，收入下滑，失业增加，这可能是一个无法躲避的轨道。那考虑到青壮年人口下降啊，收入又下降，那你说未来这个10几年住房的需求是不是也下降啊？那你又考虑到中国人均住房面积，你知道现在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啊，达到了欧洲发达国家水平啊。所以你说供给量又这么大，你说房价它还能怎么走啊？那这里呢，就是我说的恶性双螺旋之一，人口与房价的向下螺旋。那中国房价就从2022年开启了下跌之路啊。雪上加霜的是，政府又在这个关键时刻采取了极其错误的政策，就是把房地产行业往死里打压。那这个我在前面视频都说过了，这里不赘述了。那这个房价大跌，它其实又产生了另外一个向下螺旋效应，那就是经济学者辜朝明提出来的资产负债表衰退。这什么意思呀？就是说，当房价大涨的时候，那企业居民都猛烈加杠杆啊。可是当房价泡沫破灭的时候，这个过程它又反过来了。企业居民呢，你不得不使劲的削减负债，那有钱就还债，他不敢继续投资，也不敢去扩张消费。那这带来一个什么效果呀？那从货币角度看，那就会让这个货币供应减少啊。也就是说，原来贷款创造的货币现在要消失了呀。那你看这张图 ，M2 是不是在过去几年里好多月份都出现了下降啊？那么当大家都在开始忙于还债、减少投资消费，货币供应量开始萎缩的时候，你说是不是经济会陷入衰退？那这种衰退啊，辜朝明博士取了一个名字叫资产负债表衰退啊。他比较兴奋啊，他觉得自己发现了这个宏观经济学的这个终极真理了，说这个发现呢是经济学的圣杯。那他这个说法呢就有点过头了。这个机制啊，货币学派其实早就阐明了，并非是他的惊人发现。
那再有呢，就是他觉得这个机制啊是造成日本房产泡沫破灭后陷入30年衰退的真正原因。那我个人觉得呢，这又错了。那这个泡沫破灭后的这种还债紧缩效应当然是存在的，而且会进一步加剧房价下跌，那形成一个向下的恶性螺旋。但是呢，这个机制啊，它通常持续几年也就结束了，因为大家经过几年的努力3年、5年，甚至7、8年，你债务降到合理水平了，它就缓过来了。那经济会再进入一个扩张周期的。但是呢，日本经济并没有，而是一直通缩了30年。那是什么原因呢？那我的看法就是刚才说的另外一个恶性向下螺旋——人口危机造成的。那人口危机与债务紧缩这2个向下螺旋，它有相互作用、相互加强。那因为人口危机让经济变差了呀，那你降债就更困难了呀。这2者合力，那就让中国房地产陷入了这个慢慢的大跌之路。那中国现在的情况比日本当年还要糟糕，因为中国的人口危机比日本还要严重。你为什么这么说呀？因为中国1970年代开始的坚持了40多年的血腥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让中国的新出生人口非自然的猛烈下降。那到今天就尝到恶果了，青壮年人口下降速度远远大于日本。那日本当时每年青壮年减少的比例也就占人口的0.4%左右啊，而中国你知道是多少？0.8%。那这个力度是日本的2倍还多呀。所以中国这个人口危机对经济造成的这个打击比日本要大多了。那日本当时利率降低到0甚至实行负利率可是中国到现在呢，1年期的国债利率还是1.35%，贷款基准利率还在3%，这个利率水平太高了，你应该赶快降下去降到0。那遗憾的是呢，中国现在的货币政策依然是这个门外汉凭借自己的想象来制定，而不是让专业的货币理论专家来制定。所以中国这场人口大通缩将远比日本严重。那么这次房地产大崩盘，它什么时候才能见底我请大家再仔细看一下这张图，你就很清楚了。你看直到2030年以前，每年青壮年人口都要减少1100万到1200万，非常猛烈。到2033年要净减少850万，那2034、2035净减少500万左右，那到了2036、2037才会回到0。那么很显然2036、2037年前后这2年，它的房价应该会比较稳定的，而且是不错的。但是在这之前，从今天到2036年这10年里头，房价是要面临巨大压力的。那当然了，也说不定中国的决策者哪天被经济大通缩、社会不稳定逼急了启动大规模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那还有可能显著的减轻房价下跌的压力。但是你也不要指望房价会出现大幅度上涨的这些幻想。那比较要命的是什么？2036、2037这2年也只是昙花一现。你看这张图2040年以后，这中国的人口又是进入了快速下滑之中。那你再看这张图，那2044年中国的这个人口年龄结构变成什么样子了？你看那条黑线就是2044年那整体上继续向下大幅偏移，而且你看左端的年轻人非常低。那么你说，你不论是经济还是房价，你未来这10几年、20年能怎么走你不需要多说了吧？你说房价的底在哪里我感觉有点深不见底。我也不愿意相信这个看起来很可怕的未来，可是这数字摆在这里你让我怎么不相信它呢？当然了，刚才说的这是整体的长期的大趋势，那在局部的某些阶段，或者是说在有一些局部的某些核心城市，还是可能会出现房价的上涨或者波动的。但是呢，整体上长期看还是一个向下的趋势，大规模向上是不太现实的。这其中呢还有几个变数。那一是 AI 会不会取得质的大飞跃？那机器人开始大规模的普及，那大大提高这个社会的运行效率，足以抵消青壮年人口下降所带来的负面效应。那如果出现了这样的重大进步，那就太美好了，我们就可能从这个通缩当中走出来
房价可能也就到底了。但是能不能出现，这是个未知数。二是政府会不会大规模的引入移民？比方说每年引入1000万。说到引入移民啊，我知道评论区肯定也有人会骂我说老管你胡扯，你国内年轻人都没工作了，你还引入移民来抢饭碗？大家先别急着喷啊，你先把这个反直觉的经济逻辑搞明白。你想啊，如果认为引入移民会造成工作更难找，经济更糟糕，那你不是反过来就是意味着青壮年人口减少会让经济更好，工作更好找吗？可是我们又知道，这个青壮年人口减少造成了经济大通缩，房价大跌啊，所以你这不自相矛盾吗？那引入青壮年移民，首先是增加了需求，那住房需求啊，那吃喝玩乐呀，那买汽车呀，买衣服、买电脑、买手机呀，你经济就会活跃呀，你就业机会就会增加。那这里我不赘述了啊，回头我专门讲一讲以色列的经济，你就能理解大规模移民对经济繁荣的巨大威力了。那么面对这个房价长期大熊市，我们该怎么办？那我说说我的思考啊。假如我现在在国内，如果没有房，我不会买房，我租房就挺好。那如果我有房自住，那负债也不大，那收入也比较稳定，那我可能啊也死猪不怕开水烫，我也不折腾了，这房子就当我消费品了。你卖房子折腾一次，这个家人生活都要受到很大冲击啊。但是如果我买了投资房，我会毫不犹豫的、肯定的、早早的就手起刀落把他们干掉了。那不管我的这个投资房有没有负债，我不会心存侥幸去被动的等待，我会把我腾出来的这个资金啊，每月定投到纳斯达克指数基金和标普500指数基金上。那我插一句啊，好多朋友在评论区说买不了，可是我前两天下单试了一下，那还能买呀。那为什么买美国的这俩指数基金啊？那详细的我改天再深入去解释。这里只简单说一句，我觉得美国经济未来还是好得很。那特别是2026年下半年以后，有可能再次迎来繁荣兴旺。那此外呢，我还会想尽办法啊，到欧美加澳这些国家去寻找新的人生机会。那最后我强调一下啊，我在这里不是给任何人提供具体建议，我只是提供我的思考。假如是我的话，我会怎么做，供大家参考。那尽管我认为自己正确，但是那我也有可能是错的呀，对不对？那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生活和投资的决策者，应该自主决策。那最后我重申一句，在过去这几次财富爆发的大潮中啊，那绝大多数人不论是赚钱的还是亏钱的，都是在盲目的随波逐流的。而长期看，只有更高的认知才能让我们驾驭浪潮，立于不败之地。好，朋友们，喜欢我的视频就给我点赞，欢迎关注我的频道，我们一起提高认知，实现自由。那记得开启小铃铛，这样我发布新的作品，你就能够及时收到通知了。朋友们，下次再见。